大家好，今天我们拿到一份来自世界黄金协会的重磅报告，标题是《黄金市场评论：贵金属的雷鸣》。这份报告详细复盘了2025年黄金波澜壮阔的市场表现，并对未来做出了展望。简单来说，报告的标题就告诉我们，2025年黄金的表现真的可以用炸裂来形容。接下来我们会带着大家一页一页的把这份报告里面每一个图表和核心观点都掰开了揉碎了讲给你听。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黄金到底发生了什么，未来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无论您是资深的交易者，还是刚刚开始对黄金白银感兴趣的朋友，今天这期视频都绝对值得您花时间看完。大家好，欢迎来到浩投资的频道，我是孙浩。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报告的第一页，开篇第一句话就很有冲击力，黄金在2025年将表现推向了极致。报告指出，黄金在2025年创下了惊人的53次盘中历史新高，在12月23日触及了每盎司4449美元的价格，最终以4368美元的价格收官。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更惊人的是回报率。光是12月一个月，黄金就上涨了 4.2%， 而2025年全年的回报率更是高达创纪录的 67%。 报告特别提出，由于汇率波动，这个回报在全球主要货币中都有体现，只是数值略有不同。那么问题来了，是什么推动金价如此疯狂的上涨呢？报告给出了两个层面的归因分析。对于12月的上涨，世界黄金协会的归因模型 GRAM 指出，主要是两个因素，一个是风险与不确定性中的期权市场活动，另一个则是美元相对于人民币等新兴市场货币的走弱。而放眼2025全年，大约 60% 的回报可以由模型中的变量来解释，其中地缘政治风险和期权市场的活跃是主要推手，尤其是8月到10月期间。同时，美元的疲软和利率的下降也为金价提供了重要的助力。现在请大家看一下第一页的核心图表，图表1。这张图的标题是自2024年以来，黄金已创下了95个新的历史高点。这是一张从2020年1月到2026年1月的黄金价格走势图。大家可以清晰地看到，从2024年开始，这条黄色的价格曲线就像做了火箭一样陡峭地向上攀升。图中标示了2024年创下了40个纪录高点，2025年创下了53个。图中那个蓝色的标签指出的是当前的历史最高价，每盎司4490.35美元。这张图非常直观地告诉我们正在见证一段历史性的牛市。第一页右边的要点部分也为我们总结了几个关键的信号。首先，2025年 67% 的年回报率是几十年以来的记录。其次，背后的推手是多方面的，各国央行的购买、关税和贸易风险、活跃的期权交易以及弱势美元。展望未来，报告提到，虽然短期内贵金属市场可能会因为价格飙升而出现一些波动，但长期来看，黄金可能已经走出自己的独立行情。同时，美国最高法院即将对关税问题做出裁决，以及委内瑞拉等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都将继续为黄金的避险天堂地位提供了支撑。接下来我们翻到报告的第二页，第二页的顶部是表格1，这张表格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于我们全球的投资者，它展示了黄金在不同货币计价下的价格和回报率。从美元、欧元、日元到人民币、印度卢比，再到土耳其里拉，我们可以看一下年度至今回报率这一行。美元计价的回报率是 67.4%， 但在土耳其这个数字是惊人的 103.3%。 这说明什么？对于土耳其的投资者来说，持有黄金不仅享受了金价本身的涨幅，更对冲了本国货币里拉大幅贬值的风险。这就是黄金作为全球硬通货的价值所在。
这张表也显示了，在2025年12月，黄金在所有主流货币中都创下了历史最高价格。表格下方，报告继续深入探讨了市场的复杂性。他提到，2025年的这种疯狂的牛市，其实也体现了黄金市场的自我修正和平衡能力。同时，有一些隐性的因素，比如各国央行的持续买入，也为金价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2页下方的图表2，这张图看起来有点复杂，但别担心，我会给大家拆解一下。它的标题是强劲的期权活动和弱势美元在12月推动了金价走高。这张柱状图显示的是黄金每个月的回报率，而每一个柱子又被分成不同颜色的小块，每一个颜色代表一个驱动金价的因素。我们重点看最右边，代表2025年12月份的那根柱子，大家可以看到代表风险与不确定性，也就是期权交易和代表机会成本，外汇方面，也就是美元走弱占了绝大部分的正向贡献。这就用数据验证了第1页的观点。对于新手朋友来说，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这张图就是把金价每个月的涨跌归功于几个不同的功臣或者罪魁祸首。总结一下第2页，它告诉我们黄金的强势是全球性的，并且其背后的驱动因素是复杂和多样的，既有宏观经济的影响，也有市场交易层面的推动。像这样将复杂的市场驱动因素进行量化分析，正是我们好投资量化交易系统的强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下方描述栏或者置顶留言了解一下。现在让我们来到报告的第3页，这一页的标题是贵金属的雷鸣，内容非常劲爆。报告开头就说12月份贵金属的飙升，使得整个板块的年度回报达到了45年以来的最高点。但这次上涨的背后更多是政策和市场供应的紧张，也就是所谓的挤压的结果，而不是基本面进一步走强。我们来看第3页左上角的图表3，这张图比较了2025年4种主要贵金属黄金、白银、铂金和钯金的回报率。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虽然黄金 67% 的回报已经很惊人，但白银和铂金在年底的表现更加疯狂，回报率分别达到 162% 和 144%， 它们的价格曲线在年底几乎是垂直拉升的，这就是报告所说的雷鸣般的飙升。接着看左下角图表4，这张图给了我们一个更加宏大的历史视角，它展示了从1975年到2025年贵金属板块的年度回报。在这个漫长的岁月里面，大部分的时间的回报都在正负 50% 之间的波动。请看最右边2025年的这一根柱子一飞冲天，标注着2025 102%。报告的标题说像1979年一样的狂欢，指的就是上世纪70年代末那一次著名的大宗商品牛市，而2025年的表现几乎可以与之媲美。那么报告提到的供应紧张和挤压是怎么一回事呢？请看右上角的图表5，这是一张技术性比较强的图，显示的是12个月的掉期利率。大家请不用纠结于技术细节，只需要记着一个观点，当这条曲线为负值时，术语叫做现货溢价，代表着市场上对现货实物的需求非常迫切，甚至愿意立刻拿到货而支付更高的价格。大家看图表中代表白银、铂金和钯金的曲线，在2025年底都跌入了创纪录的负值区间，而黄金的曲线却相对平稳，还在零轴上方。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说明当时市场上正在发生针对白银和铂金的实物挤压，但黄金市场的流动性很好，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最后我们再看一下右下角的图表6，这张图显示的是中国市场相对于全球市场的价格溢价。图中那条浅蓝色的线代表白银，在2025年底突然像尖刺一样向上突破，
这意味着当时在中国买白银要比在世界其他地方贵得多。报告解释，这和中国在12月27日宣布白银出口许可政策有关。这个政策火上浇油，加剧了市场的紧张情绪。所以第3页的内容总结起来就是2025年底的贵金属市场上演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大戏，但主角并不仅仅是黄金，白银、铂金因为供应紧张和政策的因素，表现得更加疯狂和引人注目。看完市场的疯狂，我们来到第4页，这一页的内容更加深入，讨论了黄金与其他贵金属的区别以及展望未来。报告指出，黄金虽然在12月也上涨了，但它缺乏其他贵金属那种挤压的特征。举个例子，在市场波动最剧烈的时候，白银、铂金日内价格波动范围是他们2025年平均水平的5倍以上，而黄金只有3倍。这说明黄金市场的流动性更深、更稳定，背后的驱动因素也更加根本。报告的核心观点是，噪音之外，信号将会显现。这句话的意思是，虽然短期内市场会受到各种事件的干扰，但支撑黄金的长期核心逻辑依然非常稳固。这些核心逻辑是什么呢？报告点明了3点：第一，各国央行的持续需求；第二，在政策不确定的世界中，投资者需要黄金来进行对冲；第三，在股债相关性变高的环境下，投资者需要黄金来实现资产的多元化配置。那么，如何在纷繁的市场噪音中精准捕捉这些核心信号？大家可以到下方描述栏或置顶留言，了解一下我们的好投资量化交易系统。接下来，报告谈到了未来几个潜在的催化剂，一个是美国最高法院关于关税的裁决，无论结果如何，都可能对黄金有利。另一个是市场对美联储利率的路径预期，这里我们需要重点看一下第4页的图表7，这张图信息量巨大，它展示的是从1990年到2025年的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和10年期国债收益率。图中的方框标出了一些美联储大幅降息的时期。通常情况下，美联储降息，国债收益率也会跟着降。但请大家看最右边的2025年的这个方框，美联储降息了 1.75%， 但10年期国债收益率反而上升了 0.51%。报告解释说，这是因为市场对通胀的担忧依然存在。这对黄金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即便未来美联储进入降息周期，只要通胀预期依然高企，黄金作为对抗通胀的价值就会凸显，这将在中期继续支撑金价。之后，报告提到的委内瑞拉的紧张局势，他说，现在判断这一类地缘政治事件的直接影响还为时过早，但市场的反应已经说明了问题。在2022年以前，一有地缘风险，美元通常是最大的受益者，但现在黄金似乎已经成为了新的首选的避险天堂。这个观点在第5页得到了数据的完美印证。第5页的图表8是这份报告的点睛之笔，图表标题是黄金如今是地缘政治的首选避风港。这张图比较了在发生重大地缘政治风险的时候，几种传统避险资产的价格反应。深色柱子代表2022年之前的时期，浅蓝色柱子代表2022年之后的时期。请大家看，在2022年之前，当风险来临时，美元指数的反应是最强的，是大家的首选。但在2022年之后，情况发生了逆转，黄金的柱子变得最高，反应最积极，而美元指数的反应甚至变成了负值。这张图用无可辩驳的数据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转变：全球资本的避险逻辑正在重构，黄金已经取代美元，成为了新的避险之王。报告的总结部分也再次强调了这一点。2025年12月份的行情凸显了贵金属内部的分化，白银和铂金的上涨源于实务紧张和政策扭曲，而黄金的上涨更是基于其宏观属性和结构性的需求。展望未来，政策风险
通胀预期和投资者仓位将是塑造金价走势的关键，而频繁的地缘政治事件则不断提升市场的整体焦虑水平，这对黄金来说是一个长期的利好。好了，到这里我们就把这份世界黄金协会的报告给大家完整的解读完了。对于新手投资者来说，这份报告告诉我们，黄金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短期炒作，它在全球宏观经济和政治格局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对于有经验的交易者，报告则提醒我们要看清不同资产背后的独特驱动因素，不要把所有的贵金属都混为一谈。您对2026年黄金的走势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和我们一起讨论一下。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别忘了订阅、点赞我们的频道，打开提醒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未来任何一期深度的市场分析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